西昌记事版。Hello，大家好，我是梁振雄，今天非常荣幸有云溪妈妈来上我们的节目啊。那云溪妈妈，我知道你在新加坡是生活了23年哦，对，那么一边育儿一边工作，是的，而且你在本地的工作，你似乎有不同的这个经验啊，就是无论是在广告啊、自媒体啊。那你在小红书上面，你有分享了很多有关新加坡的一些信息啊，新加坡一些点滴滴。你现在可以让我们简单一下介绍你自己吗？然后我们才进入我们今天的课题。可以，我简单的介绍一下自己哈。我们屏幕前的粉丝们、宝宝们，大家早上好。我们现在是在南洋理工大学。那么我来到新加坡已经23年了，我是03年过来新加坡的。在新加坡结婚、生孩子、买房子。现在我的女儿是7岁了。我来新加坡的时候也才21岁了。所以我一半的青春都献给了新加坡，然后我现在就是在从事自媒体广告和自媒体，这就是我现在目前的状况。好，哇，你其实大半的时间已经在新加坡了，对不对？对。我知道你有一个7岁的女儿了，我在这个视频网上看到，那她应该是上了小学，对P1，好，那你觉得她通常很多小孩子上小学的那一年家长都很紧张。是的，那你本身的感受是什么？我不紧张，不紧张。对，我给他的教育模式就是你以玩为主，你玩够了，你就会想学习。OK，对，所以我出去外面拍摄、拍广告的时候都会带上他。他现在虽然7岁，但是拍了很多大的老字号品牌的广告了。对，他也是一个小网红了，是不是这么说？可以这样说吧。OK，好，但你在职场啊，那你有自己也要照顾孩子，那你有自己的这个品牌啊，那你怎么样子平衡这3方面的这个发展？这个问题的话，对于那个宝妈来讲都是比较想要了解的问题。我是疫情放开以后才去工作的，疫情之前我自己在做生意，后面因为疫情的原因，我的生意亏了，就是关门了。那么孩子才1岁多，我送完孩子去上幼儿园，因为新加坡18个月就能上幼儿园了。我把孩子送去上幼儿园的时候，正好就是我们公司，我现在的公司老板就把我挖过去，让我去这家公司上班。我们这家公司呢，专门是做自媒体广告的，就自媒体加自媒体广告营销我就一口就答应了去这家公司上班。因为我给老板的条件就是我不要打卡我给你业绩，我给你那个KPI， 但是我绝对不允许就是坐班。因为我有小孩，我小孩才那个时候不到2岁，我要接送孩子，孩子生病要去医院的话，那我要拿假期是非常麻烦的。所以因为这个条件，我们老板同意了，我才同意加入这家公司的。那你刚才说在疫情的时候，你本身的公司是我自己的公司。对，那就是出了问题了。对，那个时候应该是非常的困难，非常的困难。当时我的结婚的黄金卖了，新买的手机也拿去卖了。当时是非常的困难的，因为疫情嘛，国内也是封城，我的货出不来，然后我们这边给人家 order 出去的货要赔嘛，所以就没有钱了，就我的所有的钱都拿去垫资了，都没有钱了。然后我女儿的奶粉我都拿不出钱，那个时候我整个账号里面只有30多块钱新币，后来就马上就拿去把结婚用的那些所有的首饰都拿去当铺里当掉了，就是这样子换过来的。的确，那段时期真的无论是新加坡人还是在任何国家都面对蛮多的这个很多问题。对。好，那我想知道一下，你孩子7岁，那你是否说有什么遗憾？因为通常你就是一边职场一边照顾孩子，那可能孩子他们在幼儿园还是在小学，他们有一些特地的一些重要的这个时刻。有没有错过什么那种重要的时刻？比较少，偶尔会错过1、2次他们学校的活动因为那个时候正好时间是有冲突，就是没有办法参加，那么就会让爸爸去参加，我就会少一点点时间。但是我大部分时间都会用出来陪孩子，比如说周末的时间，周六周日我基本上是在家的，我不出去工作。就算出去工作OT 的话，我会带上他一起，所以他很熟悉我的客户了。那云溪妈妈，我知道你是从事广告业的，那从你这个广告行业的角度来看这个新加坡的市场有什么特别之处吗？新加坡市场其实有很大的潜力，对于现在的那个
就是局面来讲哈，全球的局面来讲，新加坡是比较有生机勃勃的地方啊，比如说旅游业发达啊，对中国的免签，所以呢会涌进很多的中餐饮的品牌，一些国内的一些大的品牌涌进新加坡，所以给本地人创造了很多的工作岗位。哦，OK，对 OK。那你觉得这个，因为很多人都说啊，这个新加坡的消费成本高啊，那什么东西都蛮贵的哦。那你觉得这个在新加坡，你这么多年在新加坡，就是你跟人打工，还有自己创业，那你觉得这个新加坡的这个生活成本高吗？啊，特别是在作为这个广告行业，这广告行业打滚了这么多年的人了，你觉得本地消费者最舍得花的是哪一些东西？其实新加坡的消费其实分2个等级，有很高的等级，就是你如果是带钱进来的有钱人，你去消费米其林的餐厅，这是很正常的。也有一部分一大半以上吧，80%-90%还是很 local 的，就很本地化的消费。我在以前我自己做生意之前，我也是住的公寓，开着跑车，但是我失败了以后呢，我现在是住的 HDB， 我每天搭地铁，我没有车，所以就是你要看你的消费能力，就是你的经济能力。如果说你的经济能力不足以去支撑我们去很高端的消费的话，其实很 local 的本地消费是非常的便宜的一碗那个鱼丸面啊，或者在外面巴萨吃饭啊，也就是4-5块钱，5块钱新币。如果说你每一顿要去餐馆吃的话，去那些米其林餐厅啊，或者是金沙那种很高端的酒店，那是相当的贵的。所以说我的建议就是，你有多少的经济实力，你就过什么样的生活，这是很匹配的。像我的收入现在就很匹配，就是比较 local、比较本地、比较接地气的消费，我就觉得我非常满意、很满足了，也能存到钱。的确，这个在新加坡其实是蛮多。尽管是新加坡小嘛，但是其实是很多不同的地区，然后在地区内他们也有不同的这个消费的这个方式。对。那你是否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有什么小窍门啊，可以能够不影响这个生活品质，还可以还有机会就是省钱下来呢？你刚才就提到是说，就是不一定要去吃这个米其林的这个餐馆嘛，可以去小贩中心吃。那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其他的小窍门给我们的听众分享一下？如果说你想要去吃5星级酒店的自助，那你可以趁它那个快要收摊之前去买它的盲盒，大概是15块钱，他给你一个饭盒，你就可以自选。这就是为了节约，就是很多酒店5星级酒店、6星级酒店，他为了节约不浪费，他出的自助餐到了下午大概7点以后，他就会让你拿一个盲盒，你自己去打包菜。对，哇，很好。对，这些小窍门可以试试看。于是妈妈，我在你的这个小红书这个频道里面，我也看到很多的一个视频，是有关于女性就是企业啊，还是在工作上、职场上、在家庭上所扮演的一些角色了。那我想问你，就是就是女性成长跟自我价值的这个看法了。那你在其中一个视频就说过，女性要成为自己的避风港。对。那其实这句话对你来说的那个意味是什么？因为其实想分享一下嘛。意味就是现在很多就是新加坡女性还是比较独立的哈，就是国内很多女孩子还是比较依赖男性的，所以我在新加坡待了20多年的话，以我的经验还有我的生活的那个感受来讲，我觉得女孩子靠自己会更有底气的，就是不管你有没有你赚多少钱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在这个工作的过程当中，你得到了提升，得到了成长，而且你的圈子很大。当你有这些圈子的时候，你就比较正能量，你整个人生的生活态度是向前走的，而不是负能量更多。哇，你刚才说新加坡女性在本地还是比较有依赖性的，这是新加坡本地的女生更独立哦，对，她们自己有工作，反而是国内很多女生她们比较有依赖性，就是总是想我要嫁个好的老公类似于这种，所以你在国内是在中国吗？还是对，中国在中国，对，了解所以你觉得这个随着在外形上提升，对女性的职业发展和自己信心有多重要？外形对，我觉得外形很重要很重要。像我现在我是其实我也不妨透露我自己的年龄哈，我是43岁嘛，生完孩子7年了，
很多人看我就像我说我才像30多岁，其实外形的一个提升，就是我们不需要说打扮得很妖艳，但至少就是你符合你这个职场还有你这个年龄段的一个打扮。如果说你太邋遢的话，你的能量是很低的，能量场很低。当你把自己收拾得非常的干净整齐，很符合自己的气质的打扮的时候，你出门看谁都觉得很开心。就是别人跟你说什么话，你都觉得这是好话，很好听的话。那么你自然而然你带来的就是光的那个反射，那你自己就是个正能量的感觉。对，很好的建议。你这是在这广告跟自媒体这个行业里面这多年了。那我本身只是看，至少我本身观察了很多这些自媒体。很多广告，他们都是比较属于年轻一代的那些，无论是男性或是女性。是。那40多岁，无论男性或女性，可能特别是比较多是女性，会遇到什么特别的这种挑战吗？会有的，挑战是很大的。就拿我自己来说了吧，我是在月子里面学的短视频，就是我生孩子的时候36岁，然后我自己带小孩。我在月子里也是自己带小孩，那么小孩是2个小时喝1次奶，换1次尿布，那个时间你想去睡觉是不可能的。那我就在他睡着的时候，我就开始打开抖音来学短视频，怎么样剪辑短视频，怎么样拍短视频，怎么样写文案，我是自己自学成才的。我觉得我们最大的挑战就是我们的年龄的精力不够年轻人来，这是很重要的。对，所以要学习要趁早。不会啦，我看你的那些视频，其实哇，很多很有冲劲，我的能量是比较很正能量，对。是的。那其实谈到这一块，其实另外一个就是性别平等，对，跟这个职场女性这个课题了。那你刚才说坐月的时候照顾孩子那么还要兼顾家庭，是照顾娃，那么还有其他很多方面的这些责任，对。是。所以在你再来说，你本身的经验，特别是跟你以往在中国可能工作的那些经验来说，你对新加坡职场女性，你觉得这个新加坡对职场女性的包容度高吗？就是在雇主还是就是同事之间对女性职场的这个包容性怎么样的会照顾会配合的吗？你的看法是什么？非常高，在新加坡讲，新加坡对女性就是职场女性的包容度是非常非常高的。我就不比其他国家或者是中国还是哪里，就讲新加坡，我自己带着孩子，那我孩子生病或者请假没有去学校的时候，我是可以带着孩子去公司上班的，就是老板完全就是没有任何的那个反对的意见，而且会帮你一起照顾小孩。这就是不一样的一个地方，就是包容度特别大，因为你在新加坡，对，因为你是妈妈。那么我们去见客户的时候，客户也非常包容带孩子的女性。所以我的客户，我的女儿全部都见过，因为她常常生病的时候，我没有办法放弃工作，我就带着她一起去见客户，一起去开会，一起去谈业务，所有的包容度真的是新加坡，我可以说是数一数二的。还会有什么地方可以改善的吗？你觉得？我觉得已经做得非常棒了，没有地方需要改善。好，对。那对于年轻的妈妈来说，你对他们的建议会是什么？你觉得对他们在职场上的发展在如何的这个平衡家庭就是照顾孩子或者是在工作上有什么样的这个建议吗？对年轻的女性和宝妈？因为现在可能生活压力比较大，很多年轻的女性，她如果想生孩子或者生了孩子，她大部分都会放弃工作，在家里顾孩子。虽然我们陪孩子是非常的重要的，但是呢，如果说我们女性脱离了职场太久以后，我们再融入职场的时候是非常困难的。所以一般我会建议，就是你一边顾孩子的同时，千万不要放弃工作，还是要一边顾工作的。虽然这样会很辛苦，但是呢，你会在这个期间之内得到飞速的成长。对。你觉得他们先生可以做一些什么贡献吗？在这方面？就我自己的家庭来讲就是孩子爸爸做的贡献是太少了，太少，就基本上对男性可以做多点了，基本上不做家务，不做家务，然后我要兼顾买菜、顾孩子、接送小孩上那个补习班陪他练钢琴、写功课，全部都是我在做。对。也就是说，其实在男性做爸爸上面也可以做一些，可以尽多一些责任，对不对？对。可以更好的做得更好的工作。是的。是。那其实你
就是我看了你的视频，我就觉得，哎，你做的真的是非常的很好哦，不单单只是在职场，那么在照顾孩子这方面，那当然，其实除了职场、孩子，其实还有我们的自我，对，对不对？还有自己，怎么样照顾自己？哦，那你如何在这么多不同的需求之下，怎么样去做一个平衡？就是有些时候怎么样宠自己？有啊，你在那边有什么心得可以跟我们分享的？有的，就是我们每个人其实要有培养自己的一个爱好啊。特别是女孩子，就是你生了孩子以后，很多女性放弃了自己的爱好。那么我没有放弃自己的爱好，我会把时间压缩了以后，时间就是海面上的水，你越挤就越有。所以我在每一分钟我都不浪费，只要孩子一睡着的时候，我就开始自己去享受自己的生活。当然不是在外面，是在家里面。我比较喜欢喝点红酒，所以我每天都会宠自己一下。基本上我的冰箱里都是红酒，就是摆满了红酒，每天我都会喝一点。然后想吃什么，我1分钟都不犹豫就会去买，然后包括就是衣服啊、打扮这些，我想怎么穿怎么买，我都会宠自己，我不会说在这方面对自己很吝啬的。是，对，那有些人就说就是在任何阶段的女性都应该试一试，就是让我提升这种自我提升。对，你对这句话的看法是什么？这句话我是完全的赞成的，而且是要非常有那个自律性的女性才能做得到。如果非自律的女性的话，其实是很难做到这句话的。对，很好，很好。以现在这个成就来说那你对你未来的10年你对本身家庭和事业有什么新的这个期待吗？我现在成就不敢讲，我是从零开始的。不会，做得很好，做得很好。有一点点小成绩了，我是从零开始，这么3、4年开始又做到以前那种状态。但是对于这个过程来讲，我还是花了很多的精力、时间这样去打磨的。对，那之前你是说在这个疫情的时候这个面对许多挑战。那今年是2025。是。那如果你可以把时间倒转去2020年或者是更早的时候，你会给你自己怎么样的一个启发？你会给你自己怎么样的？你会怎么样？就是鼓励自己嘛。就是如果有能力，我们现在可以把时间倒转5年还是6年或者是10年，你会给你自己怎么样的 advice 吗？如果是时间倒转的话，我就要为新加坡政府做一句那个鼓励女性早生孩子的话，就是女生要趁早生孩子，不要拖得太晚了。拖得太晚的话，你的精力是完全不够用的。对。那你对自己的建议会是什么？我可能20岁就想生孩子，这样的话，我的小孩就20多岁了，我就不用管他了，我就会有足够的时间出去旅行了。对。换句话说就是如果早点生孩子的话，其实对你更长期的这个可能无论是事业还是经济发展可能会有更好的一个正面的影响。是的，对，因为女性的成熟度应该是36到40岁之间，慢慢会变得更成熟。那个时候孩子已经长大了，不用你操心了，那么你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做自己，还有打磨自己的事业。对，有道理，有道理。好，今天非常非常感激云溪妈妈上我这个节目跟她分享一下这个家庭事业还有怎么样兼顾这个孩子跟工作之间做个平衡。那非常非常感激云溪妈妈，谢谢你上我节目，谢谢梁博士，谢谢，拜拜。